这是身处太平盛世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场景。锅里的粥几乎看不到粮食，可是却有一大群衣不蔽体的灾民排着长队。一位老人盛了满满一碗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，跟白水没什么两样。可老人脸上看不到一丝不满，多日未曾进食的他拼尽全力小心护着那碗没米的粥。旁边一个男孩也打了一碗，他强忍着饥饿没有喝，反而迈开小腿拼命往前跑。男孩在拥挤的人群中小心闪躲，把那碗稀粥送到了奶奶嘴边。然而奶奶的面容已经毫无血色，连张嘴的力气都丧失了。孝顺的孩子从碗底捞出仅存的几粒米，用小手再次递到奶奶唇边，可奶奶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男孩满脸不解地盯着奶奶，开口问她为什么不肯喝粥。站在一旁的刘统勋，也就是刘墉的生父，鼻子一阵发酸，拼命压制住即将涌出的泪水。他用尽量平稳的语气对男孩说：“孩子，自己吃吧，你的奶奶已经死了。”男孩听完立刻放声大哭，周围的人只是沉默着把饿死的老人抬到尸体堆里，似乎这样的场面早已成了日常。刘统勋完全无法理解，朝廷每日都在此地放粥，怎么还会有人活活饿死？刘大人，看来灾民所说州场克扣赈粮之事完全属实。州场把总来了没有？下官在，下官审时给刘大人。他认定粮食一定是被沈石私自吞没了，随即厉声质问沈石朝廷拨下的粮食究竟去了哪里。沈石说全在库房中，还专门安排了6个士兵轮流看守。那我问的是州场，每日派运到州场来的赈粮都在锅里。此时的沈石完全没有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刘统勋冷哼一声，不再搭理他，随后走到排队的灾民中间，从几个人手里各要了一双筷子，然后把沈石叫过来，让他仔细看清楚。这也是粥吗？别说是插得住筷子，就是想捞几颗米粒儿都办不到。这么一锅稀汤挂水的东西，你让饿得站都站不稳的饥民们吃，这还算得上是救命的粥吗？还算得上是皇恩浩荡吗？还算得上是市镇的父母官吗？刘大人，人多米少，要是锅锅都是厚粥，这粥场就办不下去了。我沈石也是替朝廷分忧啊！你住口！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沈石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依照实际状况从大局考量。面对刘统勋的训斥，沈石自认问心无愧，可不明真相的刘统勋越听越恼火。沈石见对方正在气头上，便不再多言。刘大人，我这就去扛你去，这就煮出一锅锅插得住筷子的厚粥。迟了。沈石做梦也没想到，刘统勋竟然亮出了亡命棋牌，这下搞得他是一脸的懵逼。刘大人，你不是真的要杀我吧？真的杀你！刘大人，你是在练我沈石的胆吧？亡命棋牌之下，岂能儿戏？刘大人，我沈石和弟兄们都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。刘统勋不仅要处死沈石一个人，连州场其余21人他也准备送他们下县领盒饭。沈石大声呼喊冤枉，可刘统勋早已被怒火蒙蔽了双眼，一个不留斩！众人被押赴刑场之际，沈石向刘统勋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，那就是让他见一面自己的老母亲。行刑在即，怕你见不到了。不，我的老母亲，她就在州场。刘统勋以为沈石的母亲正在家中安享清福，绝不可能出现在施粥的地方。怎料他转头一看，就见一个衣衫褴褛如同乞丐的老妇人，端着碗正一步步朝儿子走来，母子2人相拥而泣。沈石满心愧疚，竟让亲生母亲也来粥场领粥。刘统勋目睹这一幕，不禁有些呆住，因为如果沈石真的侵吞了赈灾粮，他绝不会让自己的母亲也沦落到这般田地。儿对不起亲娘，儿让娘喝的是清水粥啊！沈石为了让老母亲吃上一口东西，竟然直接咬下自己胳膊上的肉给母亲充饥。老母亲望着怀中的儿子，猛地拿起手中的筷子，直接让自己下线领鸡腿盒饭。刘统勋大为震惊，觉得老人不该跟着有罪的儿子一同领鸡腿盒饭。他抱起老人的遗体，准备将沈石斩首示众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沈石突然叫住了他，还把粮仓的钥匙摔在地上，让他亲自去看一看。刘统勋没有作声，他相信自己多年的为官判断，于是二话不说就准备送他们下线领鸡腿盒饭。怎料当他推开县里存放粮食的库房大门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僵住了。库房里空空荡荡，一粒粮食都不剩，连老鼠进来都得含着泪离开。这一刻，刘统勋才恍然意识到自己错杀了20多个清白的好官，他吓得双腿发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就连手中的钥匙也不自觉地跌落在地。21条人命，难道我杀错了？刘统勋脑海中不断闪过沈石那充满怨恨的目光，闪过被自己逼死的那位老妇人，闪过那个男孩无助的哭声。此刻的刘统勋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，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，再也无力回天。难道沈石真的是没有办法为灾民煮出能够插筷子的厚粥？可是朝廷拨下的赈粮又到哪里去了呢？难道说那些赈粮根本就没有全部运到州场来？